新家今天要开箱，冰箱一定要有的超级简单自制冷冻料理包。每天上下班顾小孩家务还要料理，时间总是不够用吗？或是每次买菜回家太多，怕坏掉不新鲜，又怕买不够隔2天还要再泡一趟吗？冷冻调理包除了缩短煮饭的时间，还能保持食材的新鲜，最重要的是料理起来也超级美味。无论是鸡肉、猪肉、鱼肉，通通都可以使用，而且还能控制使用量，更省荷包。另外这次还要推荐家里可以参考的保鲜盒，可以微波、进烤箱、瓦斯炉、电磁炉、电锅，还永久抗菌，真的好用吗？值得参考吗？一起来看看吧。这边总共要推荐5种调味方法。首先，心中排行第1名，简单又适合偷懒的好吃料理，绝对要试试这个不输给店面的照烧鸡腿排。先准备适合冷冻的备料盒或者是夹链袋，在盒子里面调味。一只去骨鸡腿大约250克的话，需要2大匙的味淋，它可以增加肉的嚼劲跟风味。再来是酱油2大匙，咸度可以自己再做调整。最后的调味料是糖2大匙，新家用的是罗汉果糖代替。以前没有很认真腌制照烧鸡腿，都觉得外面的比较好吃。后来学了冷冻料理后，发现这个跟店面的吃起来几乎一样。如果是当天晚餐就要吃，为了更入味，加1张纸巾，让2面都可以均匀吸到酱汁。鸡皮建议朝上，下方的肉会更入味哦。最少要腌2个小时以上。像这样当天假日出门玩，先备好材料，回家料理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上菜。而平常会像这样写好标签，冷冻保存，冷冻调味好再去露营，或是随时下班微波料理使用都超级方便快速。另外也预煮了1锅懒人菜饭，小朋友会超喜欢的电锅玉米饭。准备1锅洗好的2杯米跟1杯半的水，倒入剩下的玉米粒大约120克，再加入1大匙的酱油，料理酒加2大匙，最后加入有盐奶油20克。一回家就可以赶快来煮晚餐，只需要把腌好的鸡腿跟酱汁中小火煮8分钟，建议使用小一点的锅子，这样照烧酱汁比较不会焦掉。冰箱有什么材料也可以加进去一起料理，加上这个可爱的大黑本菇适量。中小火煮5分钟左右翻面，这时候再加入想吃的蔬菜，煮个2-3分钟，再稍微把蔬菜焖一下。2-3分钟之后，喜欢吃干一点的话呢，打开中火让它收汁。中火大约1分钟，这个步骤很容易黑掉，要注意。有加上未懒的鸡腿肉才会有的光泽弹性，剪成适合入口的宽度就可以上桌啦。那平时时间不够的时候，会直接放上瓦斯炉料理，或是直接用可微波密封餐盒放进微波炉。建议1片鸡腿的量，正面4分钟，反面再3分钟，会省下很多时间哦。奶油焦香玉米饭也完成，真的非常香甜入味，肉很嫩，但是不会太软，有弹性，是家里必须要的常备冷冻包。奶油玉米饭平常早餐也可以加点料变成饭团早餐，就可以变成鲔鱼玉米饭团咯。比较想要套餐感的话呢，也可以试试这个味噌猪肉排，可以换成鲑鱼、旗鱼、鸡肉，使用一样的量，超级简单，只需要3种调味料。味噌猪排的比例是味噌2大匙，糖1大匙，味兰2大匙。那2种做法，如果是炒猪肉、炸鸡肉，可以跟肉直接搅拌在一起，但是料理起来会很容易焦掉。在杂志里面学到，如果是味噌猪排、味噌鲑鱼的话呢，用纸巾包覆肉，让味噌不要直接粘黏在肉上。烤肉排、煎味噌鲑鱼会减低容易焦黑的几率。半信半疑的跟着这样做了之后，会煮出来跟店面一样精致的烤肉排。这次是要冷藏，所以会用灭菌铁盒包装。味噌猪排最少腌制1个小时以上，6个小时的风味最佳。
这次用烤箱烤，也可以用小火煎，先喷一点油在宜得利超好用不粘烤盘上，就可以准备来烤猪排。使用170度大约15分钟对流模式。等待的过程已经摆盘好沙拉跟番茄简单的配菜，这样子先腌制好，料理的过程变得相当简单。真的很推荐大家试试味噌猪排，又或是超好吃的味噌鲑鱼，或是超级日本风味的国本味噌鸡腿。不适合微波，就会做一个可以常温吃的便当。冷便当放在室温退冰后，就跟新干线的便当一样风味哟。接下来是大家家里应该都有在用的材料，葱盐柠檬就是烧肉牛舌上面常出现的酱料。首先准备一只粗葱，要使用白色的部分，葱洗干净擦干之后，要把它切末，把葱对切开之后有3种切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大创，专门切葱丝的刀，它比较好切开而且省力，不然也可以使用家里一般的叉子，但是需要使用一点力气，葱呢会出一点汤汁，不然就是使用调理机或者是拉拉把打碎也无妨哦。绿色的葱末例外装起来，到时候要装饰备用。依照个人喜好，猪肉、鸡肉200克，切成好入口的大小，加入香油1大匙，米酒2大匙，盐巴1/3小匙，鸡粉或是高汤1/2小匙。密封起来稍微揉一下就完成。冷冻的话呢，可以保存1个月，随时下班要料理或是带去露营都超级推荐。写上名字、日期，家人要使用也会变得方便许多。隔几天冷冻完之后，像这样可以1袋使用或者是半袋，就算忘记解冻，也可以用弱微波200瓦，大约4分钟。这边使用的是可以微波的万用不锈钢铁盒，它是特殊设计不锈钢才可以微波哦。另外一边就来准备午餐的备料，适量的意大利面，1把意大利面100克，大约1杯半的水270ml。家里的锅子太小，或者是不喜欢面太长，也可以把面对半折起来使用。也跟新买一样，拿错锅子又不折面，边边都有点焦掉。再把葱盐猪肉放进来，跟意大利面一起煮。煮面的时间就是包装上的时间，再少1分钟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开盖让它收汁。如果味道太淡，可以再加一样的调味料。准备一点绿色的蔬菜加进去一起使用，这边加的是芦笋。要起锅之前加上绿色的葱末，还有依照个人喜好加上蒜末，大人的口味会另外再加上胡椒盐，还有一定要加上画龙点睛的柠檬。另外一个配菜是前几天的常备菜料理，大家家里玉米平常都怎么料理呢？日本杂志是建议把玉米的叶子都拔掉，包上保鲜膜微波。新家比较不喜欢保鲜膜直接接触到食物，所以直接包着叶子使用。一根玉米直接微波2分半钟，建议大家有机会试试。用微波炉煮出来的玉米就跟蒸玉米一样，非常美味。这边把玉米切成好入口的大小，加上适量的胡椒跟太白粉。第一次是使用沙拉油下去把它煎到脆脆的，那如果想要更接近店面的口感，可以再加上5克的有盐奶油跟大约1/2大匙的酱油。奶油跟酱油真的是无敌美味，这样子就完成，完全不用担心玉米有没有熟，因为它原本就是微波熟的咯。新家最喜欢的夏日意大利面，简单又方便，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哦。然后是最近才认真研究的盐焗料理，盐焗有益身体健康，好处多多，是日本远古料理之一，而且它还能让料理的肉质变软，更鲜甜。调味料的比例是味来1.5大匙，盐焗2大匙。但是盐焗料理跟味噌一样，超级容易焦掉，所以它也要加上1张纸巾，让鲑鱼的酱汁不沾取多余的盐焗。把洗净擦干的鱼放进来，包裹好再翻面，最少等待1个小时的时间。
或是冷冻保存1个月内都可以使用。在腌制的时间，用调理包做了一盘千层意大利面，它是加压加热杀菌调理包，不含猪肉，好像可以带回国哦。只需要买绞肉起司，按照步骤加水炒一炒，最后使用这个万能铁盒放到烤箱里烤个15到20分钟左右，冷藏过了1个多小时，来煎盐焗鲑鱼。千万要用小火煎，不然真的会黑掉。像这样黑掉的给大人吃，小孩吃第3只。依照鱼的厚度煎熟就完成。另外一边千层焗烤面也完成，再加上风味独特辛巴出差拿到的德岛绿柠檬伴手礼，它吃起来就像是小时候日本料理店的烤鱼，尤其是盐焗旗鱼，超级美味。料理起来真的非常简单，又健康美味的一餐。最后是可以用鸡胸肉或是鸡腿肉做出来的料理，恋爱滋味超级开胃，酸甜南蛮鸡料理，一样使用永久抗菌盒，加入酱油2大匙，醋2大匙，酒2大匙，糖2大匙。不想要多余的负担，可以去掉鸡皮跟脂肪，把鸡胸肉或是鸡腿肉切成好入口的大小，可以一次腌制多一点的分量，做出不同的料理。当天要使用，所以会加上纸巾，平常不一定需要这个步骤。晚上来做今天的备料，这个是莲藕，把它切好泡水，没有需要特别的调味，用香油跟盐巴简单料理一下，就算冷掉也非常美味的冰箱常备菜哦。那南蛮鸡呢？这里要用最基本的做法，使用低筋面粉适量，还有鸡蛋1颗。这个步骤新家有时候会省略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料理，汁不要太多，先均匀的沾取面粉，甩掉多余的粉，再沾蛋液。料理的时候稍微用多一点的油下去煎，也可以用炸的。中小火等到上色之后再翻面。另外一边准备南蛮鸡的酱，水煮蛋1颗，或者是微波蛋1颗，日式美乃滋3大匙，或者是45克，柠檬汁1/2大匙，糖1/2小匙，再加入少许的盐跟胡椒，就完成。南蛮鸡两面上色，稍微缩水就是熟了，转成中火，过掉多余的油脂，夹起来就可以准备上菜。步骤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南蛮鸡，很推荐大家试试。日式美乃滋全联就有贩售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非常开胃好吃哦。那这次解决料理困扰的万用保鲜盒，它来自台湾设计、台湾制造，处处充满用心的品牌。像是遇到不适合微波的食材，卤蛋或者是肥肉，它可以直接铁盒放上瓦斯炉滚，不挑微波炉就可以直接微波，也可以放进蒸锅、大同电锅蒸，还可以进烤箱。新妈个人最喜欢它的密封条设计，就算戴着手套也不需要器具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取下来清洗。凹槽也没有死角，用洗碗海绵就能清洁，因为摔不破，盖子也不是塑胶的，不会刮伤卡菌。新家已经试用了3个月，用海绵刷保持的话，就会跟新的一样，稍微容易留下水痕，洗完记得擦干就没问题。安装上也非常简单，压进去就完成，而且它还有永久灭菌的功能，超级加分。正常平放，没有加上漱口，也有绝佳的密封效果。要外出使用的时候加上束带，带着食材出门、去露营或是去买菜都相当适合。总共有3个尺寸可以选择。另外被这个包包的品质惊艳到，它是潜水布，材质超好，还经过检测，不含特定元素，小朋友的便当使用都超放心。里面居然还有超适合爱喝饮料的水壶饮料架。来说说这个餐盒的注意事项。第一次拿铁盒微波，真的会怕怕的。原来微波炉是靠震动发热，这个专门设计铁盒，不用担心有电磁波的问题。它是微波产品，建议使用1000瓦以下，5分钟以内。除了微波设计，他们还经过金属检测，真的除了水痕，非常满意它各方面的用心，而且还可以最小空间好收纳。有兴趣可以下方资讯栏参考。现在是大食怪新妈的午餐便当盒，
这次的菜色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最喜欢哪一道菜？还有一些被删除的小菜色在画面里，有需要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哟。记得追踪新加的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哦。拜拜。もんちゃん物知りでいろいろ何でもわかるすごく